像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 ，TikTok 这个禁令就变成了美国式的一场闹剧。这个闹剧呢，是去年感觉上面好像义正辞严的用国安理由要禁 TikTok， 但是呢，就在那个政权交接的这个时刻点，你发现前总统跟即将接任的总统两个人都说：“哦，我要来好好保护 TikTok。”它真的是一个美国政治上面全世界级的一个闹剧了耶。我觉得 TikTok 还是 TikTok 啦，但是就是说，在经过2年之后呢，这些老人家呢对 TikTok 的认识深了一层之后，对 TikTok 的论述就有了一些改变。就是 TikTok 是 TikTok， 但是他们对 TikTok 的认识比较深刻而全面。就像觉得 TikTok 会卖给马斯克，或者觉得马斯克对中国政策如何，我觉得当马斯克的妈妈喜欢中国，马斯克的妈妈整天在中国混，然后在小红书上露脸的时候，马斯克跟妈妈是很亲的，是，他妈妈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家暴，他父亲的家暴是很严重的。那他跟母亲，其实他们兄妹兄弟都是跟母亲亲的。对，我认为这种关系比马斯克的商业厉害可能影响更深刻。就是他妈妈喜欢中国，而且你看得出来他妈妈真的喜欢。他妈妈在中国吃吃喝有游山玩水是很自在的。那现在牵涉到 TikTok， 因为 TikTok 对川普来讲，他俨然已经是川普的青年政策的指标啊，就是你要把它放在青年政策里面，因为那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它长时间是有年龄差距的。你看到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都是民主党的，不管甘乃迪，不管是克林顿，不管是奥巴马，这几个排前3名年轻的，全都是民主党的。历史上面呢，最老的总统几乎都是共和党的，除了拜登。拜登是个另类，就是拜登的出现，基本上面不管他要如何的去努力，他注定了跟民主党的主流的支持群众脱节这件事情，他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当拜登呢在他一上任之后，那个时候疫情期间，他对于川普的既定政策几乎呢都概括承受。这个概括承受，我觉得对民主党造成了重伤害，就是民主党本身跟着川普走反中策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美国的民主党会不会意识到反中基本上面是共和党的专利。对民主党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共和党它的比较偏保守的这种所谓的公式的现实主义，对他操作反中的时候成本比较低。可是对民主党来讲，他又要走全球主义的路线，他又要走自由贸易的路线，他被迫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很多跟中国的关系很好的盟友一起反中，这多困难。就是我明明知道陈凤馨跟蔡正元很好，我还要呢说服呢这陈凤馨呢要跟着我一起反蔡正元，那不是神经病吗？这种事情共和党是不用做的，共和党不需要因为我反中，然后呢去得罪我的盟友，甚至于我的盟友怎么样我不太管，只要符合我的利益就好了。可是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上面，你会发现回头去看呢，民主党4年的时间就是努力的营造各种的排场，开民主峰会啦，用各种的拉帮结派成立 AUKUS 啦，然后呢新北约啦，然后呢美日菲啊等等，用各种的这种的传统的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架构，要把他的盟友们呢拉进自己的圈子里面，跟自己一起呢去反中，那个操作起来难度呢太高了。当拜登呢被迫走上这一步的时候，我认为他本来就很难走出一条有自己风格的执政路线，所以4年之后呢，留下来的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谈这4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去定位呢拜登只好自己出来定位，他的定位就是中国永远追美国中国永远追不上美国，就这算是什么理由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不相信啦。那个基本上是吹口哨壮胆，是一厢情愿的。第二个，这算是什么样的施政成就呢？他的下台，其实告诉你他经济数字很漂亮，可是他7个摇摆州全败耶。
你从一个选举论英雄的角度来讲，当你摇摆州的所有的摇摆基本上面都是经济表现、经济政策的摇摆。说如果是他选会上，对，但是后来我跟你讲，后来就缩回到这个位置上面，不要随便泄露国家机密。对，我跟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做败选检讨的时候，包括你看到基尔出来呢，就出来呢骂这个对那个裴洛西，对，骂裴洛西，就说呢当天呢吵得有多凶，50年的好朋友翻脸，就是你看你没有让拜登选，你们错了吧？好，回过头来就在做内部的斗争跟检讨而已。好，那当我们知道就是说呢，美国的民主党它其实失去了它自己传统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的主流的位置，它就开始变得很飘移。再来呢，你看到抖音的部分，抖音的关键呢，已经成为它不是单纯抖音的这家 TikTok 这家公司，而是中国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呢 ，TikTok 它的影响力不在于它的产值，不在于它聘用了多少的员工，而是 TikTok 是现在在国际网络时代的语言通路当中非常关键的通路。我说的语言的传播通路，因为其他的通路几乎都在西方国家的手里面。就是只有 TikTok， 而且 TikTok 是压倒性的优势，而且 TikTok 不使用语言 ，TikTok 使用影音，所以呢，它也就比较没有那种文字审查的问题，这是它很大的优势。你其实不太需要，也很难对呢 TikTok 去做审查。那 TikTok 的这种的在西方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体系里面的压倒性的优势，每个年轻人的手上的手机上面如果没有下载 TikTok， 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基本上的社会关系是有问题的，所以每个年轻人手上都有 TikTok 这件事情，让这些老派的政治，川普是觉悟的呢比较早，所以川普知道 TikTok， 只要呢 TikTok 上面的年轻人操作对我有利的时候，他没有必要去跟TikTok 去敌对的。但是对中国来讲，那个是一个语言呢，所有的语言传播通路的竞争。那这个通路呢，如果说呢也都束手就擒了，就卖给你美国，不要说马斯克，卖给你任何人。它都意味着呢，未来在网络的舆论战场上面呢，仍然是美国西方呢完全垄断的。所以这才是中国大陆政府坚决禁止的地方。我说这才是国安无问题，没有错。今天美国会说呢，我们在网络上面呢是言论自由的，可是你哪一天翻脸的时候，我哪知道呢？对啊。Meta 就自己承认啦，其实政府的审查是很多的。TikTok 的演算法真的比较高明。对啦，对，但是就是说当这些的企业，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美国的企业本身是一个没有信念的一群人。当美国政府对他们任何一家企业施压的时候，每一个美国企业都会低头，都会呢臣服，都会上供，都会求饶。所以呢，政治呢是支配这些企业的最关键的力量。过去我们对美国的这些跨国企业有某种独立自主的迷信，我们认为他们会站在他们自己的企业的利益，不会卷到呢美国跟其他国家的纷争里面。这会不会是我们被洗脑的结果？对，我承认是我们洗脑的结果。对，真的我们自己。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仍然盲目的相信，就是说这些的美国企业最后不会成为美国的打手来对付我，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在所有的这些的，不管是传统的媒体或者新兴的媒体、社群的媒体，它就是呢战争当中最关键的战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会出现 TikTok 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因为其他的所有的社群软体全部都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手里面。换句话说，今天呢，所有的审查权跟支配权都不在呢中国的手里面，而中国是他们最主要的对抗的对象。如果连 TikTok 都守不住的时候，未来呢，在所谓的社群软体的战场上面，中国会处在一个绝对的弱势上面。所以抖音最后呢 ，TikTok 最后采取了一个强硬的姿态，我认为并不是 TikTok 的商业决定，而是 TikTok 背后的政治决定。我来补充一下香龙兄哈，你想想看哈，这一场以哈战争，它的所有在战争的场面是在哪一个平台上播出？就是 TikTok 啊，如果不是 TikTok， 美国年轻人不会知道以哈的真实的。IG 没有错啊 ，FB 都被控制了 ，YT 全部被控制，就 TikTok 没有控制。那这一次的这个为什么国会要通过禁 TikTok？就是犹太系统所发动的，对他们不是其他系统。那这个川普知不知道？知道。拜登知不知道？知道。就
就放任为之，要不然他2/3否决权都丢出来了。可是他一定要让这些整个以哈战争到一定程度，犹太财团不会反弹的时候，这个时间不是刚刚好吗？所以这真的是演的一出戏啊。当然啦，你这个，因为你毕竟就你美国总统，你得罪犹太财团，不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刚刚好，已经快结束啦。那所以这个时候对 TikTok 做一点善意，讨好年轻人，以留个尾巴好讲话。这场闹剧真的是让大家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美国政客们，或者是说它的整体的政治，它的系统性的运作就是这样。你想想看，哈佛大学创校比美国建国历史还久，竟然学生起来反抗以色列的事情，要被取消毕业证书，他没有讲取消毕业而取消毕业证书，那连哈佛大学符合民主党的DEI的价值，弄个少数族裔的女性当校长都要被拉下来。所以在犹太财团面前没有 DEI， 宾州大学校长也是 DEI 上去的，拉下来，就反而那个不是 DEI 上去的MIT 校长拉不下来，你就知道说这个政治结构在美国的运作，绝对不是我们所阅读的民主政治范本教科书教我们那一套。好，所以 DEI 多元、平等、包容，这个是拿来规范一般人的。你到了那个高阶人的时候，他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OK， 这真的是一个主轴。我们先谢谢 Bravo Ken 001，谢谢你的抖内，然后航庭照，谢谢你的抖内。他说最近小红书真的太火了，变化太大了。自从 TikTok 难民来了之后呢，感觉视频质量上升了好多，然后各种滤镜啊，各种特技啊，现在越来越瞒不住中国人都会无视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呢，美女帅哥也来得太多了，目不暇接。亮哥看完默默的打开了小红书，因为美国人滤镜用的太凶了。哦，真的好。我最好笑的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的 TikTok 难民跑到社会主义里面寻求政治庇护。对。没有，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一波到底能够延续多久。如果 TikTok 没有进的话，小红书的这一个西方浪潮就结束了呢？可能会2个都用。对，如果变成2个，小红书真的很好用，真的很好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心觉得社群平台上面的人民跟人民的直接接触，它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其实它是一个长远的事情。这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小红书其实用过小红书，因为我没有认真用啦，我有用，但没有认真用。但是用小红书多的人会认为小红书的演算法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而且它没有太多的商业推荐，因为它不追人，对，它追的是你真正的喜好，对，而且它提供的内容不是纯娱乐，它提供的内容是给你解方的，对，建议的。所以呢，如果两个软体都在使用呢，就会觉得呢，抖音呢推给你的虽然有时候好笑好玩，你会一直看，可你会觉得没啥营养，因为很多你就是反正被动被推的，可是小红书推给你的是你自己主动选择过你有兴趣的东西，所以呢那个资讯的有用度很高。那但是小红书会不会效法抖音的模式，就是出海外版，就是海外版的小红书，像 TikTok 一样，这样子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本身呢也没有一些政治干扰的顾虑。眼前是中国对小红书把门放得最宽的时候，因为央视都背书了嘛，央视背书了之后，你这时候如果去做很多的管理跟审查呢，这个时候呢是不对的。但是小红书本身的海外版，它会成为一种的新模式。那如果除了抖音之外，像小红书这种的媒体，也慢慢在海外的普遍受到欢迎，叫 Renault， 对，就 Renault 这我们晓得，就是它以后如果也直接翻译，它也像是抖音一样，在海外呢能够拥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像 TikTok 它不只是在美国，在欧洲，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其实它在东南亚、在非洲、在印度。现在的使用的订户都是一直在成长，它从来都没有衰退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是全面的，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有清楚的政治主张的一个媒体，所以你很难的去防它。所以如果类似这种 TikTok 模式成为呢中国的这些呢主要的影音，因为中国的影音平台其实非常厉害的。但他过去因为语言或者政治立场的关系，大部分都在中国的内部。那很多都很厉害啊，电商也很厉害啊，虚影很厉害啊，对啊，这些都很厉害。对，所以小红书学语言是
一流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对小红书来讲，小红书一旦呢适应了这种文化，同时开了新模式，对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影音平台的出海，那个就很可怕了。好，林祥鹏的董内他说，从开始交猫税到后面呢是对账单，我觉得对账单是很有趣的，就是双边实际上面把我知道的中国跟我知道的美国对一对，就发现说哇，双方原来误解很多。好，那现在老外已经开始学做菜了，很多人做的第一中餐菜肴是鸡蛋跟相当有意思，蒸蛋。好，来，黄凡，谢谢你董内，他说其实最近几年政治异常大的来说，其实都是攻守意识。一方面呢，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对美斗争中改变了过去被动防守的策略，选择了更多主动出击。这次 TikTok 事件相关的事情就是例子。另外一方面呢，西方世界内部的右派也从左派持续不断的舆论打压中走了出来，能够跟左派宣传机构正面互攻了。当年民主党带着侧翼英国 BBC、加拿大 CBC、德国控制的 Politico 这一些一同打压共和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右派，会想到马斯克现在的反击吗？很有意思，我们再观察。不过刚刚这个其实雷根那个时候就发生过一次，对，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变动。Yahoo!